今天是2025年4月13号，清晨6点半，团队准时出发前往边境关卡。从哈泰伊省到橄榄枝边境关卡，大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都可以看到明确的指示标志，只要照着黄色的线前进，就能顺利抵达叙利亚。我们抵达边境关卡后，看到不少叙利亚乡亲正在办理入境手续。这里本来是军用关卡，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内战结束后，开放给持有土耳其国籍的叙利亚人以及获得土耳其省长许可证的叙利亚人入境。阿康先生是 DDD 的执行长。这一次，透过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的协助与申请，虽然也是层层的关卡，但终于来到了最后这一扇门。当这一扇门打开，不只是姆尼尔回家了，更是慈济志工10年来的承诺成真了。姆尼尔校长跟我们说，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再回到叙利亚，这一次与你们一起回来的任务，可以为这里带来好多好处，你们可以帮助战争中受苦难的老百姓。他心系苦难的乡亲，所以没有马上回家，而是与我们一起拜访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在叙利亚阿弗林区所设置的阿弗林基层医疗中心。从边境出发到阿弗林基层医疗中心，车程大约40分钟，沿途是一片又一片的橄榄园。因为这里的土壤肥沃，很适合种植橄榄，因此也是阿勒颇省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抵达医疗中心后，原本以为会看到很多人来看病，结果每个诊间都是空荡荡的。在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执行长哈肯先生的说明下，才知道这里已经停止医疗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糟糕，但我是为这里的人们感到难过。每天这里都有250到500位的儿童跟妇女来看病，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现在关起来了，他们要怎么办？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空荡荡的时候，全身是起鸡皮疙瘩的。USAID 在 announce 之前，其实呢，那1个礼拜他们正在谈接下来的后面的程序。那当时是说，整个叙利亚东部还有南部部分都要交给他们来做这个医疗的补助。可是呢，当时的这一个谈的是5000万美金。可是那一天过了之后，礼拜一，然后美国就宣布 USAID， 然后结束。所以说像这一个地区呢，从2019年的1月9号他们开始开业，一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愿意关，可是现在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很多的这个医生、还有护士、还有工作人员，总共大概25到30位，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这一个地区呢，有服务大概15万人口在这里。那现在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下去。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叙利亚阿勒颇省的阿弗林区。这里有一个地方呢，是专门收留一些因为战争还有近期地震无家可归的叙利亚人。那这里的人呢，所住的样子大概就是帐篷的样子哦。那里面呢，非常的简陋，不管是夏天、冬天，他们都得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就是像这一户人家，有1个大人、5个小孩就住在这里。那另外一边呢是他们的厨房，那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往外走哦。这里最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没有水、没有电。那个水呢是直接储存在铁桶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里面的水几乎都是生锈的。生锈的水就是他们的饮用水，这让进行家访的慈济志工看到后也觉得不可思议。位在医疗中心后方的帐篷区，正是奇亚达的帐篷区。
从2018年开始收容无家可归的叙利亚人。这些年，叙利亚北部历经了内战还有地震，如今已经收容了将近1000多户的家庭，每户人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简陋，没水没电，如今连看医生都成了问题，未来的生活只会更辛苦。下午2点多，在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的安排下，我们来到了阿弗林医院。这是由叙利亚政府跟土耳其政府共同经营的医院。进行参访的同时，也在医院与阿弗林卫生局局长还有哈泰省卫生局叙利亚任务小组的负责人见面。他们提到，战争时阿弗林的人口只有60万，但是战争后人口增加到100万。目前的医疗设备难以负荷，不奢求新的医疗器材，二手的就可以。因为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是慈济长期的合作伙伴，他也提出了未来若是有机会，医护人员可以与慈济人医会进行交流，进而强化医院的软实力。下午4点结束拜访行程后，考量安全上的问题，我们跟土耳其世界医生联盟决定返回阿勒颇的饭店，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明天的行程预计前往伊德利卜省拜访省长，接着再陪着姆尼尔校长回家。